还没领完，不能死。他是在说话吗？抬头。陛下圣明，臣妾今日冲撞圣驾，实乃天意，天要我跪着领赏。这个月丽银加东炭补贴，总共8两7钱，刨出小厨房还能剩5两多，够买3只烧鸡2只酱肘子。你在想什么？想鸡腿。这人被罚跪雪地，脑子竟在算账。你可知罪？知罪知罪！臣妾不该在御花园假山后头打喷嚏惊了圣驾，更不该顺手摘了陛下最爱的腊梅插瓶。可那花真好看啊，不摘白不摘。反正装疯卖傻死不了，比硬刚强。原主留下的烂摊子，能糊弄一天是一天。起来吧，跟上。御膳房王公公欠我半只烤鸭，浣衣局李姑姑答应换新棉被，还有上月赌牌输给张太医的2000银子得赖掉。脑子里怎么全是鸡零狗碎？你家中尚有几口？原主是孤儿，总不能说我家有电脑和外卖 APP 吧？嗨，就我一个，孤家寡人，挺好。明日真命人带你监出冷宫，住偏殿，缺什么让李公馆给你补。搬近了更容易被灭口吧？不，陛下，臣妾在那冷宫住的挺好，那墙角犄角旮旯都习惯了，清静，还有地儿养鸡，将来长大了还能给陛下您炖鸡汤喝。养鸡？比喻，我的意思是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。你若真想领俸禄，明日来御书房候着。抄书，抄得好，月俸翻倍。臣妾大字不识几个啊，陛下。不碍事，你算盘打得很好，可以边抄边学。这皇帝是不是有病？还是我传输方式不对？按照原主记忆，这位谢允之3年没胖人后宫任何人，今儿却主动让他搬去偏殿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不对劲儿，皇帝亲自招个疯子抄书。万主子，陛下让送的暖胃的姜汤，还有半只烧鸡。替我谢谢陛下，就说臣妾感动的3天吃不下饭，哦不，1顿能吃3碗。糖衣炮弹，绝对是糖衣炮弹。明天到底去不去抄书？去吧，怕有诈；不去吧，双倍工资啊！这疯子倒是有趣。万主子，陛下方才传话，进去吧。奴才多句嘴，陛下今日早朝被御史台气着了，主子机灵些。过来研墨，墨条磨得越久，字练得越稳。是。双倍月付是多少？8两7钱乘2，16两。不对，这月是双薪月，加上东炭补贴9钱。啊！心思不专。臣妾受伤，请陛下责罚。抄这个，错1个字扣3文俸禄。这不就是现代公司的制度手册吗？穿越大半年还得背员工守则？抄得到工整，总算糊弄过去了。可看懂在写什么了？写的是官员上朝时不能放屁。完了，我又说秃噜嘴了。
不是，陛下，臣妾的意思是，臣妾读懂了礼制核心在于克制、克制再克制。朝堂之上连屁都不能乱放，可见公规森严。你倒是会员，逃过一劫。既然你读得这么认真，朕考你一题：北边雪灾折子在此，朝廷该怎么赈灾？臣妾斗胆直言，其一，开仓放粮以解燃眉之急；其二，延免灾区赋税，休养生息；其三，发放炭火银以度寒冬。糟糕，暴露了！陛下，臣妾也是听说听来的。听谁说的？街头说书先生说的倒有几分道理。你过来，批。用朕的口吻批这道折子，能说出方才那番话的人，不会写不出回复。钓鱼执法，绝对是钓鱼执法。万一写的太好被怀疑怎么办？你今日抄的这份，明天继续，抄完为止。遵旨，遵旨。站住！暖手，冻僵了怎么研墨？温情牌，果然又是糖衣炮弹，但手是真的暖和，使不得丢。谢陛下隆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主子可还好？好着呢。就是，皇上是不是有读心术？主子说笑了。今日收获暖炉一只，至少值2000银子，免费姜汤1碗，明天还得去。万主子，这里脏乱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陛下说偏殿空旷，给您养只猫解闷儿。替我谢过陛下，就说臣妾感激涕零。心都要化了，但不对劲儿，更警惕了。送暖炉送猫，这分明是温水煮青蛙。小东西，你说那皇帝葫芦里卖什么药？我啥背景没有，啥心机不耍，他就是非得把我往身边拽，怕不是？嗨，古代皇帝都有事业，养猫抄书赏疯子。这便是那位痴傻的万贵人。本宫入宫晚，倒是第一次见。听说你为讨陛下欢心，日日逼陛下研墨抄书，倒真是用功。贵妃娘娘谬赞了，臣妾愚钝。陛下让抄书就抄书，让研墨就研墨，不敢偷懒。陛下驾到！万贵人也在，研墨的差事做完了。回陛下，今日份抄书已经抄完，正陪娘娘们赏梅呢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。今儿的梅花酥做得好，你替朕尝尝合不合口味。这是罪名。好吃，香甜酥脆。甜是甜，就是有点油，回去泡杯茶解腻。既是赏梅，不免要赋诗。万贵人，你替朕即兴赋一首，做得好，赏银10两。10两银子是好事，可他哪会作诗？寒梅傲雪乐开怀，厚外套往身上塞。梅摘花枝不遗憾，暖炉配茶最呼叹。押韵了，还行。赏。陛下，臣妾也有一诗，请陛下评点。不必了，母后设宴是为赏梅，不是考公正。都坐下吧。你站那么远做什么？过来，坐朕旁边。知道朕为什么叫你过来坐吗？臣妾不知。因为你站在那边，显得很蠢。
我装的，你当我真蠢呢？你倒是不怕冷。陛下说笑了，臣妾心里暖和着呢。拿着，说真不冷，手怎么凉成这样？糖衣炮弹第3个了，前面是暖炉，后面是猫，再往后是不是该送房了？贵妃娘娘，陛下日理万机，臣妾敬你一杯。臣妾学了些按摩手法，若陛下愿意，要吃瘪了吧？不必，你替朕喝了。这什么眼神？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活一天算一天。明天继续来研墨，遵旨。带猫也可以。谢陛下。你一个痴傻之人，怎配在陛下身边？10两银子，一只暖炉，还有猫可以带，今天赚大了。回去剥会儿花生，今天招惹了沈贵妃，以后怕是不好过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饿不着你。得，该上班了。老板监督顶多骂2嘴，皇帝监督可是要掉脑袋。万主子，陛下今儿个心情不大顺，早朝时户部尚书递了折子，说今年雪灾波及3州，国库吃紧。又不顺，要破产的节奏啊！然后呢？然后陛下把折子甩地上了。那您现在跟我说这个，是让我今天请假？陛下让您赶快过去。你让他来的。陛下圣明。你昨日那首诗回去想了没有？想了想了，你也说了，押韵就行，意境靠想象，不能太较真。那朕问你，若让你写一首不这么蠢的诗，你写得出吗？这是要考我文采，写得好暴露智商，写不好安全探丢脸。算了，丢脸保命要紧，写不出，臣妾脑袋不够用。朕又不是暴君，何须靠装傻来保命？臣妾脑子里那点墨水全用来给您研磨了。那就继续抄书，今天抄户部前2册，边抄边算。算账，这可是老本行。遵旨。遵旨。这儿少记了300两，那里多报了500斤谷。说漏了。你方才说哪里少记了300两？臣妾算错了，臣妾算术不好。把册子拿过来。你算的对。朕批了3日都没看出这处疏漏，你抄一遍就发现了。可能是因为臣妾穷，穷人对钱特别敏感。朕赏过你2只暖炉，1只猫，10两银子。你如今平白多了这些家当，心里总该发热了。
热得很。臣妾晚上抱着暖炉睡觉，脚都不凉了。谢陛下隆恩。罢了，他想演便依他。陛下今日又留那疯子在御书房。回娘娘，万贵人有时才出殿，还抱着一只橘猫。橘猫？他一个疯子，凭什么？去查他入宫前是什么底细。一个装疯卖傻的世家弃子，能在陛下面前站这么久，身后必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是。今天暴露了算账的本事，谢允之看我的眼睛变了，沈贵妃那边肯定也盯上我了。账目对不上的事，要是传出去，户部那些人会不会找我麻烦？要不我再多抄几本账券，万一真能攒够养老钱。刺客，铁的能抡。不是刺客。你就是万青婆？你谁？魏兰，当今圣上是我表哥。听说宫里住着一个疯子，表哥天天让他淹没抄书，还送猫送暖炉。我好奇，来看看。你看着也不疯啊，挺正常的，就是怂了点儿。谢公子说笑了，臣妾脑子不太好。半夜翻墙进后宫，还嫌我怂？谢家这基因是不是全都遗传了胆子，没遗传脑子？别装了，我表哥那个人从不做没意义的事。行了，看过了，确实有点意思。有空常来找你玩。别来。谢允之已经起疑，沈贵妃已经盯上，魏兰刚上线，意图不明。我伪装度80%，随时可能翻车。咸鱼喘口气也这么难吗？那小子昨夜不是走了吗？什么时候又回来放了这块牌子？试探我会不会交给皇上吗？妈的，这小子故意！这位就是万贵人吧？久仰久仰。你久仰个屁！这位将军是侯府将军魏兰，昨日刚回京，今日来述职。你们没见过吧？没见过，但听人说了，是个妙人。令牌收好，别让人看见。今日抄兵部积蓄档，抄之前先把这个看了。47000两不对啊！昨天户部材料册上写的北拨银是6万两，多拨了13000，这数字好大呀！北境真费钱。万清无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心里那本账比朕案上这些奏折多记了多少东西？臣妾确实记了些东西，比如户部账上北境拨银6万两，但军报到手是47000两，这13000我不确定是记错了，还是被人吞了。以后不必在朕面前装傻，那块令牌你留着便是。他知道了，他都知道。咸鱼人生从今天起彻底结束了，我是不是该提前写好遗书？万主子，陛下让送的。又送？从明日起，您不再是万贵人，而是万妃，咖位仅次于沈贵妃。我升妃了。女主还没出现，
剧情还没开始，就要结束了。我，现代中的社畜，古代里的疯子。我从没招惹，不玩宫斗，老老实实跟着剧情走，等着女主出现，皇帝立即遣散后宫。却不知何时剧情偏出外太空。本想靠装疯卖傻渡劫，不曾想直接封妃。外人看来我独得恩宠，我告诉皇上要雨露均沾，不对，想偏了。谢允之只让我搬出冷宫，对我没什么兴趣。谢允之只让我抄书，没要求侍寝，对我没兴趣。谢允之送我暖炉，送我烧鸡，对我没兴趣。谢允之封我为妃，复盘个毛啊！这剧情还能输？干嘛呢？回娘娘，是本月俸银34两8钱，已扣除小厨房杂费等用度，实发32两整。辛苦辛苦，几位公公喝杯茶再走。不敢不敢，奴才告退。发财了！我上辈子写剧本累死累活，1个月才拿8000块，这才几天就攒了32两。娘娘，陛下传话，请您去正殿用午膳。接风宴还是鸿门宴？不管了，去蹭一顿再说。哟，万贵人哦，如今该叫万妃娘娘了。陛下待你真好。不过是运气好，捡了个漏。捡漏？这宫里的漏可不是那么好捡的，别漏没捡着，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威胁我？行，反正今天领了俸禄，骂就骂，不疼。陛下，就咱俩，不然呢？坐下。你那份俸银领了？领了领了。从今日起，你每日午时来这儿用饭，下午继续抄书。每日双倍月酬加绩效奖金加免费午餐，这福利好的有点过分了。陛下，臣妾一个男妃，每日出入御书房抄书，会不会惹人闲话？闲话？朕都没嫌外边议论朕是断袖。难道我就是断袖吗？等等，他不是断袖，那我屁股保住了。好事。怎么？难道你不甘只是抄书，还想侍寝？有赏银吗？万青武，你可真没出息。当然，甚至比抄书多上3倍。我可是个有底线的人，我能拒绝吗？我有权利吗？可惜了，朕对你还没哪方面的兴趣。那臣妾就努力抄书，做个好长笔。这都是陛下吩咐的。陛下吩咐的，说您怕冷，地笼要烧得足些；说您爱看书，桌案要够大；还说猫也得有地方住。陛下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万主子，奴才在宫中伺候了20多年，见过太多人争宠、夺权、往上爬，但陛下对您不一样，主子不必想太多。这不是宠妃的配置吗？我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？
令牌还热乎吗？表哥今日早朝要查户部那笔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翻了户部侍郎家的墙，账上少了13000。沈贵妃娘家表弟刚买下一座庄子，你说巧不巧？万妃来了，你过来看看这本册子，告诉朕，你昨日抄的时候动了哪些地方？回陛下，臣妾昨日抄到这里时，发现北境拨银数与兵部军报对不上，雪灾镇银重复列了一次，还有这处，户部自留的损耗银高出往年1成。孙侍郎，听见了？陛下明鉴，万妃她一个如何能看懂朝廷账目？定是有人指使。够了，你只需回答朕，差的那13000两去了哪儿？他是在借我的手掀户部的盖子，怪不得让我算账，狗皇帝利用我。万妃留下，其余人退下。吓着了？放心，朕又不会吃人。那你觉得这13000是走漏了，还是进了谁的腰包？臣妾觉得这钱肯定没到北境士兵手里。写，用你的笔记替朕拟一道旨。臣妾自丑，无妨，朕不嫌弃。还行，字迹勉强能看。你不是不嫌弃吗？在朕身边好好待着。真看上我了？抱歉，抱歉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又来，慧兰，是你吗？娘娘，是我。陛下让我传句话。陛下说了什么？陛下说，在他身边好好待着。皇帝有病。6。睡吧，睡吧。抢金，抢轴子。万主子，陛下口谕，今日不必去御书房了，让您去户部账房，近3年所有雪灾赈济交子翻一遍，申时前写成摘要，送到御前。调我去查账房，这是把我当会计用了。只我一个人？陛下还安排了2位书议给您打下手，拿我当板子往前推呀！奴才多句嘴。孙侍郎下了大牢，户部上下乱成一锅粥了。您今日进当房，怕是要被不少眼睛盯着。上班搬砖，活着回来。
陛下让我翻翻近3年的雪灾赈济册子，你们帮我指指哪些是要看的就行，我自己搬，不劳烦。回娘娘，近3年册子都在这儿，就是挺多的。没事，我时间多。元年雪灾薄银12万，时刻报灾银14万，账面差2万；次年薄银9万，时刻报灾11万，账面差距更大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挑的？这么快？哦，我先把年份符合的抽出来，再扫一眼总银数，对不上的就搁一边，这不是基本的吗？娘娘，您不是刀子不太好使吗？嗨，我这人别的不行，算钱特别灵，穷，对银子敏感。写完了？写完了。近3年雪灾赈济总数据，按年份、拨银数、实道数、缺口数分列。末尾附了3处比较异常的地方，我觉得可能是重复报灾或多领拨银的区域。你手抖成这样，是饿了还是吓的？都有点。传晚膳。今日御膳房有酱肘子。酱肘子。明日继续，把近5年也翻一遍。5年？我就知道酱主子不是白吃的。遵旨。主子，陛下说这是明日要查的兵部档，提前送来给您预习。预习？这是什么教师作业批改现场，还带课前预习的？柳公公，我跟陛下商量个事儿行不行？主子请说。能不能加钱？奴才替您转达。娘娘查到了，万清伯入宫前不受重视，性格懦弱无能。据宫中太监说，他曾落水高烧3日，醒来后便有些痴傻。一个痴傻之人，能替陛下查出户部亏空？本宫倒要看看，他这层皮能穿到什么时候。